大家好，今天跟大家介绍水仙花的雕刻。也许有朋友会问，水仙花为什么需要雕刻？我们直接放到水中，它就会长出来了。可是你不知道，如果水仙花不雕刻，直接放水中长，它就长成大葱一样的直挺挺的大葱的丛林。因此，在春节前30到45天，我们会把水仙花进行个雕刻处理，然后根据水仙花球头的花的分布造型，然后不断的细节上的雕刻，让它形成一定的造型和摆设。中国大陆以福建的漳州市盛产水仙花，每年都有水仙花节，国内也有好多水仙花雕刻的比赛和作品展。我有幸在大学选修课学习了这个技术，从老师那儿学完以后，基本上是能够买到我每年都有做水仙花雕刻的尝试。好，我们先讲讲怎么挑水仙花头。一般我们用2个指头往它球径的长轴的方向捏捏，也就是用大拇指跟食指在它球的圆椭圆形的两侧捏捏，捏得很硬的，说明它的这个花苞有可能就是比较多，因为它花苞主要分布在这个球径的长轴的那个方向上面。还有就是看它整个水仙花球头的形状比较好，比较匀称，我们以后要雕刻要造型会比较方便使用。水仙花雕刻关键的就是3个步骤。第一就是把水仙花的花芽跟叶芽从邻近的那些鳞片中间给雕刻出来，达到我们可以控制它生长速度的这个目的。如果不雕刻，它全部包在里面，它的生长比较缓慢，而且全部长成直直的大葱一样的形状。所以通过雕刻出来完以后，我们就比较好控制它的叶和芽的长势，也可以时不时的观察和做微微的调整它的生长方向。所以我们要把它给暴露出来。第2步就是雕刻，控制它的生长速度。第3就是造型，所以是根据它不断生长，要不断的调整它的造型，所以要用解剖刀或者是小刀，慢慢的调整它的叶和花芽所长的长势和形态。接下来我们用2个水仙花球头给大家演示怎么进行雕刻。首先为了美观，我们会把外层干枯的鳞叶给去掉，然后我们从一侧1/3处切一刀，在长轴的方向竖切一刀，两侧各竖一刀。这样子我们的目的要把这一侧上2/3的鳞片给去掉，让芽给暴露出来，我们好进行矮化和雕刻的处理。由于鳞片包裹，我们不知道它的芽长得多深，所以一般下刀的时候会比较小心。开始我们慢慢的一层一层剥，到我们可以看到里面芽的生长状况的时候，我们才大刀阔斧的开始动刀子。那为什么不把整个鳞茎上2/3都去掉呢？因为我们要保留一部分的营养，供它的花和叶芽的生长。同样的，我们把背后干枯的这个鳞叶给去掉，那我们的前面可以看见已经暴露出有些的芽暴露出来的。就目前所雕刻出来的形状，这个暴露出来的部分，我估计最前面的右侧这个是叶芽，然后沿着它长轴的方向应该至少有4个花芽。背后的这一圈顶上干枯的鳞片，我们也会把它雕刻掉，影响美观。去完这一部分不美观的部分，然后我们开始回到前面，把
暴露出来部分的芽一个一个给它雕刻出来，暴露出来。这个最中间最大的那个已经雕刻出来，可以看见它是一个花芽，明显的在所有的叶片中间有一个花芽的雏形。一般怎么区分叶芽和花芽呢？一般叶芽会比较扁，花芽它是有中间有花的小花，所以它会比较鼓。因此在看最前面右侧最前面的不长在长轴方向的这个芽，明显我判断它是叶芽，因此我把它给切掉，因为这影响到我准备做的造型。长轴方向从目前雕刻暴露出来看已经有3朵花，那我估计两边可能各有一个，这样就有5朵花。果然在最右侧的这个呢也是一朵花，所以4个。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左手边的那个是不是一朵花呢？从最左手这一朵花的外形来看，它是很浑厚的，而且很饱满，我估计它也是一朵花。当我雕开的时候，我慢慢拨开叶芽的时候，发现在叶片中间它确实是有个小花。这样在长轴方向上我们就一共有5朵花，因此接下来我把每一朵花包围边上的叶子给去掉一部分。我把每一个花边上的叶子都去掉1/3，这样做的理由就是让通过切完以后叶子会形成卷曲，它会往雕刻打开的这个方向卷，所以不让它长得直直的成大葱一样的形状。主球茎上边上的小球茎我也打开了，然后发现它们都是叶芽，我把其中3个叶芽给它雕刻了，但是我保留1个不雕刻。这就是我的构思和造型的构思。主球茎下面有好多枯的干的根，我把它去掉，因为将来会长出新的根，一旦我们泡水里面，那些才是我们需要的，所以我把干枯的根用刀给它刮掉。这就是第1个球茎，我刻好后正面和反面的样子。好，第2个球茎，我们也是首先把外面的干枯的鳞片给它去掉，鳞叶去掉，然后我们用第2个来再回顾一下这个做的流程。同样的，把顶上的干枯的给去掉，这是做好的样子。我开始观察这个第2个球它的形状和各个边上小的鳞茎它的附着的情况，我在想我该把它设计成什么样的造型。好，我心里已经有数了，谜底我们下期到它开花时我们再拍一个视频，您就知道了。这是我从一侧打开后看到花芽叶芽的情况，然后我估计它至少有3朵花，实际上开完以后看到长轴上有4朵花。好，这4朵花在长轴上，然后我在想边上的这个小芽该怎么用，还有背后还有些小芽该怎么设计，所以根据这个形状该做什么造型，是雕刻还是不雕刻。当我们削去叶片1/3的时候，如果伤在左侧，叶片的左侧，将来叶片就会往左侧弯曲，所以这个也就形成一种蟹爪形状的叶片。这是第2个鳞茎刻好的正反面。接下来我们用牙签来处理花芽基部它的生长点，设计它，让它破坏它的生长点，让它不要长得太快，而且不要长太高。过一段我们会等花芽长高一点完以后，把花轴下面花苞下面的花轴我们也会雕刻。同样的，花苞下面的花轴如果我们切在右侧，将来它就这个花的长势就往右侧弯曲，所以这样我们可以达到定向控制的目的。都刻好以后，
把它放到水里面朝下，切口朝下泡过夜，这样它把伤口流出来的粘液，那些粘液折液给泡出来。第二天我们把它洗掉，就是泡过夜后第二天我们看到伤口上有非常多黏黏的粘液，把它洗干净，重新泡过水。同时我们可以看到它新的根白色的开始长出来了。泡过2天左右以后，粘液基本上没有什么了，然后我们摆到要造型的盘里，加上水后，我们用厨房纸把伤口盖好，既保护伤口，同时也用厨房纸吸水的能力把水往上吸，让暴露在空气中的根部可以得到水的滋养，继续往水里生长。前面几天是每天都放1次水，把伤口的粘液给清理干净，再放新的水。过了4、5天以后，可以2天放1次水。我们把它放在有太阳的窗台，让它接受阳光的刺激，避免它在室内暗处，由于没有光合作用，叶子黄化和土长成瘦高的样子。这就是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水仙花临近雕刻的基本过程。请朋友们你们猜猜看，今年的这2个临近我准备雕刻造型成什么样的形状？欢迎在评论区打上您的猜想，到时候我们谜底揭开，看看您猜对了没有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